大家好，本来今天想从德美的视角报道中国最新航母福建舰成功测试了3款飞机电磁弹射的大事，可惜除了一家非主流媒体外，没有其他任何德国媒体进行报道。也许明天吧，我是说也许啊。据说对中国军事来说，这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大事，因为在电磁弹射技术方面一举超过老美，成了世界第一。所以咱心里非常的高兴。尽管没有网民评论，我们还是来看看德媒是如何报道福建舰成功实现电磁弹射的吧，看看有没有酸葡萄。福建舰甲板一片繁忙，中国隐形战机歼35现身航母。中国海军最新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进行高频测试，福建舰飞行甲板忙碌如鸽群起落。中国各型舰载战斗机正在海上展开起降演练，其中最新隐形高机动战机沈阳歼35尤为引人注目。中国首次公开歼35隐形战机在福建舰甲板训练画面。这款专为海上作战优化的战机，其陆基版本为歼35A，于2024年11月珠海航展完成公众首秀，此前一直处于秘密测试状态。此次歼35作为大规模测试任务的核心机型，与另外2款新型舰载机在中国海军这艘新旗舰上同步开展起降训练。除歼35外，公开画面显示，至少有2架编号为3505和3506的战机。此次实战测试还包含专为福建舰优化的海军歼击机沈阳歼 15T， 以及与格鲁曼1、2鹰眼高度相似的预警机空警600，以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命名的福建舰全长315米，在开展起降训练前已驶入南海，并在大约10天前穿越台湾海峡。中国新旗舰福建舰航空母舰。据媒体报道，此次大规模演练是中国最大战舰验收测试的收官环节。该舰于2022年6月下水，排水量约8万吨，下一步将进入正式列装阶段。福建舰是中国第3艘航空母舰，也是继山东舰后第2艘完全由中国自主建造的航母。与采用华越甲板的山东舰以及从乌克兰半成品改装而来的辽宁舰不同，新下水的福建舰配备了电磁弹射飞行甲板。目前全球仅有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采用同类技术。我们看配图，一架歼35战机从福建舰甲板弹射起飞，中国首次正式公开相关画面。中国首艘配备弹射型甲板的航空母舰。弹射起飞对中国航母运作而言是全新领域。此前服役的2艘俄制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母均采用舰首滑跃甲板辅助战机起飞，而弹射系统的优势在于能助推更大起飞重量的战机升空，这意味着可搭载更多武器和或燃料。为适应这一中国航母甲板新技术，中国海军航空兵将基于苏33开发的成熟战舰歼15优化为弹射版歼 15T， 其最核心改进是加强型加长前起落架，并增加了与弹射器牵引杆的逆合装置。好，我们看配图，拦阻索挂钩成功，专为福建舰优化的沈阳歼 15T 完成着舰。隐形战机歼35创全球首例。全新研发的沈阳歼35作为中国第2款第5代战斗机，自设计之初就专为弹射起飞打造，同时兼容中国前2艘航母的滑跃甲板起降。由于美国福特号航母至今尚未部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C 隐形战机，中国歼35因此成为全球首款从电磁弹射甲板起飞的隐形舰载战斗机。配图说明，歼35是全球首款从电磁弹射航母甲板起飞的隐形战斗机。中国海军力量迎来战力升级。中国海军及中国媒体盛赞歼35等3款机型在福建舰上的正式弹射测试，称其标志着中国海军的重大里程碑和重要战力升级。这艘新型航母距离正式列装已为时不远。好的，朋友们，可惜没有网友评论。假如随后德国有更多媒体报道，我将在第一时间反馈给大家。
好的，接着我们来说说美国与西方盟友内讧的事。昨天，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好像商量好似的，一举承认巴勒斯坦国，甚至法国现在也承认了。中国为首批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早在1988年就承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在那年承认了巴勒斯坦国。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越来越多，但仍有一些西方国家表示，只有在全面和平协议的框架内才会承认巴勒斯坦国。不过，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由于与小姨子的特殊关系，德国不太可能改变挺小姨子的立场去承认巴勒斯坦国。对于西方盟友纷纷承认巴勒斯坦国，特朗普同志表示非常生气。不过，这反映出老大讲话不香了，队伍不好带了。其实还不是大丑国人品不行啊，小弟们失去信任，这真的怪不了他们，因为大丑国过去的所作所为太让这些小弟们、看门狗们等等失望透顶。最新事件恐怕非小姨子悍然轰炸卡特尔莫属，所以才导致了沙特突然与巴基斯坦签订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而中国竟然又偷偷成了间接的赢家。看来呀，中国的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呀。好，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报道吧。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为国家。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领导人已宣布承认巴勒斯坦为国家。德国总理梅尔茨排除了德国采取类似举措的可能性。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三国政府首脑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目前，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约有150个已承认巴勒斯坦国。英国首相斯坦默在 X 平台上发文称，为了重燃巴以和平及两国解决方案的希望，英国今日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 X 平台上的声明中表示，待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落实改革承诺方面取得进展后，将考虑采取建立外交关系、互设使馆等后续措施。国际社会正在制定加沙地带重建计划，同时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保障。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成为首批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主要西方国家，预计更多国家将很快跟进。法国和比利时已宣布将于下周采取相应行动。德国只是补充，据最新消息，法国与比利时已经在今天承认巴勒斯坦国了。德国基民盟主席默茨于8月底表示，德国不会追随此举。本·格维尔要求吞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极右翼警察部长本·格维尔谴责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他在 X 平台上发文称，将在下次政府会议上提出扩展以色列主权的提案。此外，他要求解散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并称其为恐怖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拿大宣布承认前，已对加拿大政府发出威胁，称承认巴勒斯坦国将使美国难以与其北部邻国达成贸易协定。关于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或因犹太节日而提前。巴勒斯坦国的正式承认原定于下周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据媒体报道，前面提到的3位国家领导人之所以在大会开始前宣布该决定，可能与周一晚间开始的犹太新年节日有关。据报道，3国政府希望避免在犹太节日期间完成承认程序。英国国内对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行动批评日益增多。斯坦默政府已于7月向以色列设定最后期限，要求该国在9月23日联合国大会前满足特定条件，包括同意停火、承诺在两国方案框架内实现持久和平，以及改善加沙地带的灾难性人道主义状况。以色列国内对政府战争行为的反对声浪也在上升。多个以色列城市经常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此外，在周一联合国大会召开前，超过60个以色列和平与和解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好的，各位朋友，现在看看《时代报》的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这虽不能立即解决问题，但总归是积极一步。比起德国政府完全可悲的表现，这一举措显然更具建设性。继续往下，这正是正确且重要的决定。
德国不妨后续跟进。再往下，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下一则，至少应给予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尊严，他们长期以来只被当着渣滓般对待和屠杀，以人道方式对待他们，或许也能为反对者提供思考契机，这或许比助长恐怖主义和极端化更有效。继续往下，这是个正确的决定，但令人遗憾的是，德国没有跟进，而是片面地支持一个在世人面前实施种族灭绝的国家。看来德国的政治精英们似乎特别擅长背负历史罪责。再往下，承认哪个国家，以什么边界，由谁代表，受哪个政权统治？难道是承认哈马斯吗？这是对10月7日大屠杀的奖励吗？下一则，莫次，德国的耻辱，他果然还是不行。再往下，非常遗憾，德国没有采取同样行动。再往下，而德国继续与美国并肩支持种族灭绝，提供武器，拒绝表明立场。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因此非常孤立，明显站在错误的一边，只能感到羞愧。下一则，既然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眼中，巴勒斯坦已是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对占领者采取行动，实施制裁、经济孤立、次级制裁，提出支付系统，直到约旦河西岸的占领无条件的结束。以色列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改变边界的行为，在当今时代如同俄罗斯的行径一样不可接受，必须归还所有被占领土，拆除60年代以来建立的所有残留定居点。剩余的以色列人应该选择成为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此后继续推进，直到叙利亚和黎巴嫩被占领土获得解放，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最后以色列还需支付战争赔款。好，再往下，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承认巴勒斯坦国，做得好，这是早该采取的措施，也是实现中东长远和平的唯一途径。下一则，太棒了！尽管只要美国不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根本不会在意这些。继续往下，德国在做什么？我们是在支持以色列国防部长和特朗普的路线，等着加沙地带被清空后投资加沙赚钱机会吗？另外，那150个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想必都是被蒙蔽、沉溺于仇犹情绪的反犹主义者了。再往下，我们真该感到羞愧，这是在向哈马斯证明恐怖主义是值得的。如果你们想因战争罪行惩罚以色列，我可以理解，但无法理解的是，在没有任何政治回报的情况下，强化哈马斯的政治地位，并为其提供国内政治借口，让他们在重整军备后发动下一次恐怖袭击。好的，朋友们，时代报网民评论就到这里。大部分人都支持承认巴勒斯坦国，而且对德国政府继续紧跟美国不承认巴勒斯坦国感到不满。老实说，德国的民意比德国政府更正常。接下来我们看看奥地利媒体标准报的网民评论。我们可以看到有超过1400条评论，对于像奥地利这样的袖珍国家来说，关注度确实很高。咱们看第一条评论，必须消除双方的仇恨，但光从标准报的网友评论就能看出这有多困难，实地落实该是何等艰难。继续往下，对未来的期许，哈马斯从内部由巴勒斯坦人自己被推翻，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承认自身边界，内塔尼亚胡与哈马斯凶手一同入狱，两国在文明政府领导下和平和谐共处。再往下，这在10月7日之前本就是个可行的方案，我仍然期盼两国解决方案，尽管对和平共处的信念已开始动摇。下一则，像内塔尼亚胡这样的人不需要朋友，也没有朋友。此外，需要了解的是，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这两位战争领主在本国都面临司法诉讼，因此持续的战争对他们非常有利。若无战争，他们将不得不允许选举，届时很可能早已下台。
只要他们仍需自卫，就不必举行选举。俄罗斯的情况也类似，战争总统普京同样不需要选举。下一则，奥地利必须立即承认巴勒斯坦国，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否则将成为当代最严重罪行的共犯。奥地利外长当前的立场令人费解，承认巴勒斯坦国固然不会立即改变加沙的灾难性局势，但这绝不应成为拒绝承认的理由。恰恰相反，这一承认正是迈向两国解决方案政治进程的关键步骤，而这一进程正是奥地利外长迈尔赖辛格本人所倡导的。那么请问还在等什么？下一则，承认一个近20年未举行选举、系统性清除反对派的神权法西斯国家，其愚蠢程度堪比对以色列极右翼政府及其极端正统派神权法西斯分子不加批判和谴责的行为。问题永远出在法西斯分子身上，受苦的永远是那些可能想跨越边界与对方喝着咖啡商讨可能性的人们。继续往下，巴勒斯坦是否也承认了以色列国？咱们看跟贴，巴解组织确实在1993年承认了以色列国。巴勒斯坦并非联合国正式会员国，以色列自1949年起就是联合国成员，且不承认巴勒斯坦为国家。下一则，我认为更合理的做法是最终对以色列政府实施更广泛的制裁，并停止向其输送武器和弹药，必须让该国政府感受到压力。承认巴勒斯坦国此类象征性姿态恐怕难以产生实质效果。再往下，哈里发国与伊斯兰教法，要是过几年他们直接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并实施伊斯兰教法，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了。到时候英国说不定又会和欧洲其他国家组成伊斯兰联盟，废除现有制度这种事，本可以从长计议的。现在难道只剩敛财和多哈遥控统治了吗？下一则，那奥地利在哪里？按照70、80年代的外交传统，我国政府早该采取类似行动了。继续往下，承认巴勒斯坦既不是对哈马斯的奖励，也不是对以色列的制裁，这仅仅是国际法所要求的，巴勒斯坦人享有这一权利。数十年的拒绝承认是不公平的，奥地利最好避免成为最后一个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再往下，有意思，他们承认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国家。下一则，这具体有什么实际意义？现在承认了一个国家，具体边界和执政政府究竟是哪个？但对现实局势能产生什么实质帮助？巴勒斯坦人曾多次有机会在该地区建立运作正常的国家并巩固自治，但可惜每次都彻底搞砸了，整整几代人的精力都浪费在对抗以色列的战斗和恐怖活动中。最可能的情况是历史将会重演。咱们看跟贴，边界问题大体已有定论，绿线及以色列边界，因此巴勒斯坦领土就是剩余部分。耶路撒冷仍需协商解决方案，但其余边界已由以色列边界明确界定。关于政府承认问题，国际社会承认的是巴解组织而非哈马斯。您是否也知道，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曾有意扶持哈马斯，以削弱巴勒斯坦政府？这一点您知道吗？再往下，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葡萄牙，你们这是与哈马斯同流合污，躺在那张浸透以色列人质鲜血的恐怖主义温床上。今后若你们本国遭遇恐怖袭击，休想再听到任何怨天尤人的哀嚎。咱们看跟贴，若按您的表述方式，您实际上是与加沙数万遇害平民站在了一起，这才是真相。这即便有什么含义，也是一种共情的表达，这显然是您无法理解的，更是为推进解决方案做出的尝试。好，咱们看另一个人的跟贴，以色列自己早已深陷其中。联合国认定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民众的种族灭绝，这绝非偶然。
好的，各位，从以上评论看，在这件事上，奥地利人的思维也算正常，可以说全世界都人神共愤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